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创哥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说时尚是一场轮回，那军事风就是这轮回中定海神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衣柜里的那件4口袋夹克，或者那条橄榄绿的长裤，在历经80多年后，依然是潮流圈的硬通货？甚至我们可以说，现代男装的每一寸剪裁，几乎都流淌着2战美军制服的血液。这种功能决定形式的设计逻辑，让军服在剥离了残酷的战争属性后，反而展现出一种极致的实用主义美学。今天我们就来一场彻底的硬核考古，从 M43 讲到 MA1， 从 HBT 织法聊到日本阿美卡基的封神之路。这不仅是一部服装进化史，更是一部男人的生存美学。在 M43 出现之前，美军穿的是 M41和 M42， 那种短小像夹克一样的设计，在严寒面前不堪一击。为了解决这个痛点，他们推出了 M43。M43 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，它奠定了4口袋的结构设计。注意看它的领口，这种大翻领是为了让士兵在里面套入毛衣或内胆。这种叠穿系统的雏形，就是从 M43 开始的。到了朝鲜战争，为了应对零下30度的严寒， M51 诞生了。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派克大衣。M51 标志性的鱼尾设计，最初是为了让士兵将后摆系在腿上，防止漏风。谁能想到，这种为了保命的设计，后来成了英国60年代摩斯族青年骑着维斯帕机车时的标志。1965年，越战爆发 ，M65 正式登场。它取消了扣子，改用重型拉链；它取消了翻领，改用立领，并在领子里隐藏了收纳式风帽。它的袖口有一个3角形的折叠片，那是为了在开火时保护士兵的手背。这种近乎偏执的功能性，让它在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身上，在出租车司机里的德尼罗身上，成了孤胆英雄的唯一铠甲。你一定听过人字纹。2战早期，这种 V 字形的织法取代了旧式的牛仔布工作服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极其抗撕裂且透气。现在复古品牌复刻 HBT， 追求的就是那种水洗后凹凸不平的肌理感。OG107 并不是一件衣服，而是一个色彩和面料标准 Olive Green 107， 数字越小偏绿，越大偏黄。最经典的就是它的 Baker Pants。这种裤子采用的是名为 Cotton Satin 棉质棉缎的面料。这种面料有个特点，穿得越久，横向的纹理就越明显，产生一种迷人的横拉丝质感。这是现代任何化纤面料都模拟不出来的岁月痕迹。越战时期，士兵在潮湿的丛林里穿不住厚重的棉布，于是美军开发了 Ripstop 防撕裂布。你在面料上看到的那些细小的方格，就是为了防止树枝划破衣服后裂口无限扩大。这也是后来机能风 Techwear 的起源。当人类进入喷气机时代，
皮革飞行夹克因为在高空会结冰变硬，退出了舞台。杜邦公司发明的航空尼龙救了飞行员，它提升了外套的防风防水性能，同时又节约了成本。MA1 最经典的莫过于那个应急橙色内里，如果飞行员坠机，它可以反穿夹克，让搜救飞机在高空一眼看到那一抹亮橙。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，也让 MA1 成了亚文化、朋克和街头品牌永恒的灵感源泉。如果你冬天骑摩托， N1 就是你的神。外层是极高密度的 Jungle Cloth 丛林帆布，这种布料在遇到水后会轻微膨胀，从而达到物理防水的效果。内里衬着厚实的羊毛，这种粗粝笨重却温暖到极致的质感，是属于成年男人的安全感。但是为什么这些美国军服最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？二战后，日本年轻人对美军物资有着一种近乎宗教的崇拜。从50年代的太阳族到70年代的抛拍时代，日本人把美国人随手扔掉的军用品捡起来，开始了实验室级别的拆解和复刻。如果你去过东京或大阪的古着店，你会发现像 The Real MC Coys 这种品牌，他们不是在做衣服，他们是在修文物。他们会去寻找50年代的旧式织布机，甚至去还原那颗早已停产的 Talon 拉链。这种对细节的偏执，把军服从战场消耗品升华为了一种文化图腾。没有日本人的精耕细作，军事风可能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，而不是你我身上这件昂贵的艺术品。最后，作为这期视频的结尾，我想聊聊怎么穿。军事风穿搭最忌讳的就是全套武装，除非你要去打真人 CS。真正的精髓在于平衡。第一，软硬结合，试着用一件满是褶皱的 M65去搭配一条剪裁精良的西装裤，那种粗粝与优雅的冲突感最迷人。第二，质感呼应。如果你穿的是 N1 甲板夹克，脚下一定要踩一双像 Red Wing 875或者 Danner 这种重磅工装靴，这种从下而上的力量感才立得住。第三，色彩要有层次，不要只有一种绿。军服里的橄榄绿、鼠尾草绿、卡其色，层次分明的叠穿，会让你看起来像个懂行的收藏家，而不是个士兵。衣服是有记忆的。当我们穿上一件复刻的 M43时，我们穿上的其实是那个功能至上、坚韧不拔的时代。好了，这期硬核军事风专题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，记得一键3连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创哥，生活在云南，为您分享有关男人审美与生活的一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